很久没有搭火车旅行了，这次就来一场铁道之旅。搭乘通往宜兰花莲方向的区间车，我要去平溪支线一日游。第一站先到瑞芳吃早餐，先去3号月台购买一日券，跟站长拿了通行证到对面出口出去。瑞芳美食广场很早就有营业了，第一站就先填饱肚子，点了油饭和肉羹汤。肉羹汤是青肉羹的那种，我喜欢。油饭是传统的酱油油饭。接着在外面买了龙凤腿，龙凤腿是由猪网油去包覆，加入一些鱼浆、红萝卜、青葱，油炸过后外酥内软，吃起来和鸡卷也蛮像的，还不错，建议可以买来吃看看。另外，我们来到前面的巷子内，相当不容易发现，在骑楼突然有一个巷子，往里面走进去。这是一条非常复古的街道。买了一个番薯桂，热腾腾刚煎起来的，非常真材实料，是整个番薯压成泥下去煎。这就是吃起来有一种阿嬷的怀念味道。快速用餐完后，我们赶着去搭车。离开瑞芳，前进猴硐。这里是有名的猫村。穿过天桥，我来到对面的猫村，在桥上马上就遇见第一只小猫。几只猫咪慵懒地在树下睡觉。接着我要到一个非常神秘的咖啡店，先爬上阶梯前往咖啡街，接着会看到217号咖啡，再继续往前走，遇见第一条路右转向上爬。不要怀疑，这就是一条前往森林的路。隐约看见阶梯的尽头似乎有一个房子，我想应该没有错，就是那里了。招牌非常的不明显，在地上哦。终于到了神秘的咖啡店，其实我反复走了几次才找到。山林里隐秘的一间老房子去改造的咖啡店，没有冷气，让你彻底的享受大自然。非常喜欢这里，保有一些原始的美，再加上一些创新。我点了一杯荆棘茶，非常非常的好喝，刚好爬上山流了一些汗，喝上这一杯立刻解渴消暑。另一杯点了奶茶，也是一样很好喝。
还有栗子棒蛋糕。喝完咖啡后，我们再次前往车站。他终于发现了有一只竹节虫。四处真的都很容易发现可爱的猫咪。这像是一幅画，沉睡中的美猫。准备前进牡丹，因为我们要去三貂岭隧道。按三貂岭无法过去，必须从牡丹骑车过去比较近。其实从猴硐骑车过去也是可以，只是一路上坡会比较辛苦。从牡丹到三貂岭隧道，最后骑往猴硐，下坡路段是比较多的，这样子会比较轻松。大概骑了15分钟，我们到了三貂岭隧道。让人员确认完扫完的 QR code 之后，我们就进来了。隧道的全程是3.19公里，还算蛮长的。两旁都有灯照着，所以不算太黑暗。外面虽然非常的炎热，但是里面还蛮凉的。车道是属于钢筋组成，所以会有些镂空的状态。东西可别掉下去咯。里面是可以骑车，但是到了蝙蝠区是不可以骑车的。为了避免惊动蝙蝠，我连牵脚踏车都非常的小心翼翼，生怕它们一个飞起来之后，全部都有动作。到洞口后，到另外一边出口也是一样不能骑车哦，毕竟会有很多人拍照，这样子也比较安全。就是这个有水倒影的洞口，大家必拍的。前往猴硐，沿路都是下坡，吹起来的风非常的凉爽。还完车之后，坐火车回台北，一日的铁道之旅结束咯。那就到这咯，拜拜。